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用中文自我介绍简单版。小美，我们今天来聊聊用中文自我介绍。哦，自我介绍啊，这个话题很实用。是啊，尤其对初学者来说很重要。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说起比较好呢？首先，最简单的自我介绍是什么？当然是说自己的名字啦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怎么用中文介绍名字呢？最常见的就是我叫这个句型。我叫大明，就是这样说。或者可以说我的名字是小美。这两种说法都非常简单，也常用。除了名字，接下来会说什么呢？我觉得可以说说自己是哪里人。哦，就是国籍或者家乡，对吧？对的，比如我是中国人或我是美国人。这个也很简单，直接说就行。那如果是学生，怎么介绍自己呢？可以说我是学生，或者我是一名学生。如果是工作了，可以说我是老师，或者我是医生，我是公司职员。这些都是很基础、很常用的词汇。是的，非常适合初学者来学习。那除了这些，还能再加点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简单提一下自己的爱好。爱好啊，这个话题很有趣呢。对，比如我喜欢看书，或者我喜欢听音乐。或者我喜欢运动，我喜欢旅行。这些都能让你的介绍更丰富一点。但是要记住，是简单版的自我介绍。是的，所以不要说太多细节哦。那一个完整的简单介绍大概是怎样的？我来自中国，现在是学生。我喜欢看电影和打篮球。哇，这样听起来就很流畅自然了。对呀，而且内容也很清晰明白。那对于初学者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多练习，多说。大声说出来，记住这些句子。没错，熟能生巧，会越来越流利。还可以找朋友一起练习，互相介绍。这个主意很好，可以互相纠正发音。别忘了，介绍的时候要面带微笑哦。啊哈，这样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呢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聊得差不多了吧？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啊？你问吧。如果别人听完介绍，又问别的问题呢？那就要看具体的问题了。比如，他们问你的爱好有哪些？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简单的回答。比如，我喜欢看书，或者听音乐。没错，用一两个短句就行了。这样就不会显得太紧张了，对吗？对呀，简短回答更轻松自然。那如果他们问得更深入呢？比如，他们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。对，就问为什么喜欢看书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一个理由。比如看书能让我放松心情。很好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。这样就感觉对话能继续下去了。是的，用简单句就能扩展对话。哦，我还想到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说说看。如果我突然忘记怎么说了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？可以慢慢想，或者换个词。或者用手势，或者请别人帮忙。没错，或者直接说我不知道。哈哈，这倒是很诚实的方法。这样我就没那么害怕了。最重要的是要敢开口说中文。对呀，不要害怕犯错误。犯错误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关于语速的问题。语速，你是指说的快慢吗？对呀，自我介绍时语速要快吗？
我觉得适中就好，不要太快。太快别人可能听不清楚，对吧？是的，慢慢说，发音清楚最重要。我明白了，清晰比速度重要。这样别人才能更好地了解你。那眼神交流也很重要吧？当然，看着对方会显得更真诚。啊哈，还有肢体语言呢。站姿要自然，不要太僵硬。像我们这样，放松一点点就好。没错，自信最能打动人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没那么难了。其实就是平时多练习，多开口。我会努力的。谢谢大明。别客气，互相学习嘛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那介绍内容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内容要真实，也要有重点。重点是什么呢？具体指什么？比如你的名字、职业和兴趣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还需要别的吗？可以说说你的爱好，让人记住你。爱好能让人觉得亲近。是的，共同爱好是很好的开始。对了，如果我忘记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深呼吸，慢慢回忆。哦，不要慌张就好，对吧？没错，保持冷静，别人会理解的。那平时怎么练习才更好呢？可以对着镜子多说几次。镜子？啊，这个方法不错。录下来，听听自己的发音。录音？听起来有点害羞呢。哈哈，没关系，这是为了进步。为了进步，我试试看。很好，迈出第一步最重要。那在不同场合有区别吗？当然，正式和非正式会不同。哦，怎么个不同法呢？正式场合要更严肃、简洁。比如面试的时候，是吗？没错，突出专业性和能力。那非正式场合呢？比如朋友聚会。可以更活泼，多一些个人色彩。哈哈哈，我可以多讲点好玩的事。那自我介绍的长度呢？一般来说，越短越好。短？啊，太短会不会不够啊？重点突出，但不是什么都不说。哦，精炼一点是吗？没错，留下一个好印象最重要。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1分钟左右，不要超过2分钟。？1-2分钟，我记住了。所以更需要提前准备和练习。是的，熟能生巧吗？还有，语速和音量也要注意。语速和音量，怎么说呢？语速适中，声音要洪亮一些。哦，就是让人听得清楚。对，有精神，有活力。明白了，要像你这样自信。哈哈，多练练你也可以的。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。很好，有决心就成功一半了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就是自我介绍，具体要说什么呢？哦，内容很重要。首先是你的名字。名字啊，这个肯定要说的。然后可以简单说你的职业或身份。比如我是学生，或者我是老师吗？对，或者你在哪个公司工作。明白了，就是基本信息嘛。还可以提一下你的兴趣爱好。兴趣爱好，这个也要说吗？是的，会让介绍更生动有趣。哦，这样能让别人记住我。没错，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。那我平时喜欢看书和跑步。很好啊，这些都可以分享出来。那有没有什么内容是不能说的？有的，比如太私人的信息就不要说。太私人的信息，具体指什么呀？比如你的家庭住址、银行卡号。哈哈，那肯定不能说啊。
还有不要抱怨或说负面情绪。哦，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。对，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最重要。我知道了，要展示最好的一面。是的，自信和真诚也很关键。自信和真诚啊，这个有点难。没关系，多练习就会越来越好。我会加油的。那语调呢？语调要自然，有起伏，不要平淡。哦，就像唱歌一样，有高低音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让人听着舒服。明白了，不要像在念课文一样。对，要像在和朋友聊天一样自然。好的，那眼神交流也很重要吧？是的，眼神要看着对方的眼睛。哦，不要一直盯着或者一直看别处。没错，自然的交流，展现你的专注。还有肢体语言呢？手势什么的。手势可以有，但不要太多或太大。就是适度的用一下手势。对，让你的表达更具感染力。哇，自我介绍的细节还真不少。是啊，所以提前准备非常必要。我觉得我已经学到很多了。很高兴能帮到你，小美。谢谢大明，你的建议都很有用。不客气，我们一起进步嘛。对了，你觉得在不同场合呢？不同场合确实会有一些小区别。比如面试和朋友聚会就不一样吧？当然，面试肯定要更正式一些。那朋友聚会呢？怎么说比较好？朋友聚会嘛，可以轻松一点。哦，就是不用那么拘谨是吗？对，更随意，展现你的个性。那要不要讲太多细节呢？不用太多，简单介绍就好。点到为止，轻松交流。是的，气氛很重要，要和谐。我明白了，要看场合来调整。没错，灵活应变是关键能力。那除了场合，还有别的要素吗？还有你的语速和语调呢。语速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？最好是适中，不要太快也不慢。如果太快，别人会听不清吧？对，会显得你有点紧张哦。哦，那语调呢？要怎么样才好？语调要平稳，但要有起伏。就是不能像念课文一样是吗？哈哈，没错，要自然有感情。我知道了，要像平时说话那样。对，保持真诚，让人舒服。哦，说到真诚，还有什么要注意？你介绍的内容要真实可信。那肯定啊，不能胡编乱造吧？是的，要避免夸大其词哦。脚踏实地，诚实最重要。这样别人才会更信任你呢。对了，如果我忘记说什么了怎么办？别慌，可以稍微停顿一下。停顿，不会显得不专业吗？短暂的停顿可以帮助你思考。哦，不是那种长时间的沉默。眼神交流要保持住哦。好的，就是不要目光躲闪。对，保持自信，接着往下说。我觉得这个提醒也很有用呢。很多细节都能影响整体印象。那关于自我介绍的开头和结尾呢？开头要吸引人，结尾要简洁。怎么吸引人啊？要讲笑话吗？不一定，可以是一个有趣的事实。哦，或者一个跟主题相关的提问。对，让人想继续听你讲下去。那结尾呢？要怎么收尾比较好？然后呢？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？如果是商务场合，可以留下。哦，那就是说也要看场合定。没错，一切都要以实际情况为准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尽管问吧，小美。
那介绍时语气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，语气能传达情感。哦，那要怎么样的语气才好呢？要真诚，听起来要自信一点。除了语气，肢体语言呢？肢体语言也很关键哦。是不是要站得很直啊？对，保持开放的姿态。那眼神交流呢？要一直看着对方吗？不要一直看，但要保持接触。哦，就是偶尔目光接触一下。没错，这会让人感觉你很专注。这样对方会觉得我更有自信。而且会觉得你更友好呢。那自我介绍的时候要不要微笑呢？肯定要笑啊，微笑很有感染力，对哦，笑容能拉近距离。让人觉得你容易亲近。那声音大小呢？要很大声吗？不用太大，但要清晰。避免含糊不清，对吗？对，语速也要适中，别太快。我有时候说话就特别快。那要练习放慢一点点。这些小细节都是技巧呢。熟能生巧，多练就好了。说的也是，那需要准备稿子吗？可以准备，但不要死记硬背。哦，是记重点和关键词吗？对，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。这样听起来会更自然一些。没错，给人真实的感觉。那有没有什么常见错误要避免？有啊，比如不要只说自己的事。那还要说什么呢？也可以提提你对对方的兴趣。哦，就是互动性要强一点。对，让对话更有趣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别说太多不相关的内容。哦，就是不要跑题，保持简洁。没错，时间也很宝贵。那自我介绍有没有长短之分啊？当然有啊，要看具体场合。哦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要求。是的，正式场合要更严谨。那非正式场合就可以轻松点吗？对，可以更活泼一点。哦，那有没有具体例子啊？比如面试和朋友聚会就不同。这个我就比较能理解了。很好，灵活应变最重要。那具体要怎么灵活呢？首先，内容要有侧重点。侧重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事。哦，比如面试就说工作经验，对，聚会就聊兴趣爱好。这样就比较自然了，是吧？没错，听的人也会更感兴趣。除了内容，语调和表情呢？他们也很重要，要配合场合。面试要严肃，聚会要轻松。完全正确，这样才得体。这些细节我以前没注意。小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哦。听起来很有道理啊。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时长。时长？是不是说长短啊？是的，简单版通常要短一点。那到底多短才算简单版呢？大约1分钟左右比较合适。1分钟，感觉好快啊。所以要提前想好说什么。哦，那要怎么练习呢？可以对着镜子多说几遍。对着镜子说会有点奇怪吧？一开始会，但很有帮助的。那我回家试试看吧。还可以录下来听一听。录下来，听自己的声音吗？是的，看看哪里可以改进。哦，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棒。这样能更快地找到问题。对了，自我介绍一定要很完美吗？不用完美，真诚最重要。真诚，具体怎么体现呢？说话自然，不要背诵的感觉。哦，就是说要像聊天一样。
差不多，但要有清晰的思路。思路清晰很重要。还有，记得保持微笑。微笑，即使紧张也要笑吗？尽量吧，能让人感觉亲切，这确实是个好建议呢。让人觉得你好相处，不是吗？没错，第一印象很重要。对了，你觉得自我介绍里应该提自己的缺点吗？一般来说，尽量避免。哦，那只说优点就好啦。是啊，展现最好的一面。对，但也要真实，不能夸大哦。真实很重要，让人信任你。还有，时间要控制好，别太长。一般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？短一点，1-2分钟就很棒。哦，原来是越短越好啊。精炼一点，内容有重点就好。重点突出，不说废话。没错，根据场合调整内容。不同的场合有什么区别吗？工作面试和交朋友不一样。哦，要考虑听众是谁，对吧？完全正确，这样更有针对性。听起来学问还真不少呢。多练习几次就会越来越好。对，熟能生巧嘛，要多说。可以对着镜子说，或者录下来。录下来，这倒是个好方法呀。能发现自己哪里还需要改进。我回去就试试，录个音频。肯定会有很大进步的，小美。谢谢大明，今天学到好多。不客气，记住几个关键点就行。真诚、微笑、有条理。还有，突出优点，控制好时间。并且要根据场合来调整内容。总结得非常到位，很棒很棒。感觉自我介绍没那么难了呢。对，只要准备充分就没问题。以前总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，别担心。现在有了方向，心里有底了。所以回去可以开始练习咯。我会的，争取下次能流利介绍。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非常棒。谢谢你的鼓励，大明老师。哈哈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这个话题对我们帮助很大啊。是啊，希望听众朋友也受益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不知不觉就到尾声了。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实用呢。希望大家都能学以致用，加油！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！期待下次与大家空中相会。谢谢收听，大家再见。朋友们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